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23号星期六，周末了，大阪下雨了，就这一阵儿小一点，一会儿还要再大。我看天气预报，明天无锡15到22摄氏度，之后有雨，对吧？明天就比赛了，今天跟大家再聊聊，看看明天这个天气给大家有没有什么我的经历经验。虽然明天无锡应该是下雨，但是气温有点高，说实话气温有点高，而且下雨的话湿度会比较大吧。直接说就是明天的无锡马拉松不是一个跑自己最好状态，或者说能把自己100%发挥出来的比赛，应该是不行了。就像今年的大阪马拉松一样，大家尽力就好。但是好消息是没有这么冷，现在这儿7摄氏度，体感温度大概是3摄氏度左右，而且有风。明天无锡会比较热，15到22度，有点热了。不过我看雨好像还行，清晨下的比较大，好像到8、9点就小起来了，可能就停了，就很像大阪那天。就大家起床的时候看外边应该是下雨的。我就在无锡待过2天，我也不知道这城市路面排水做的怎么样。按说南方城市应该都不会太差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按照不下雨的天气去准备就行了。戴一个这样的帽子，有檐的帽子。如果下雨的话，你看我这样，我的眼睛这儿是完全淋不到雨的，除非是有特别大的风那种，那也会好很多。建议大家戴臂套，穿竞速背心儿，臂套能让你胳膊不那么凉。不过不要戴那种厚的了，就是大家看我这一场比赛戴的都是厚的，因为太冷了，戴那种薄的。就雨天，其实大家都说有的品牌的鞋滑呀什么的，我觉得也没那么严重，因为你大部分跑柏油路，它路面摩擦力就算下雨也没关系。上海半马没中，意料之中的肯定是中的。北京的半马意料之中肯定是可以中的，因为我觉得抽签还是会考虑报名成绩加权的，我猜呀。但是好多小伙伴说的对，为半马回去一趟是挺折腾。我还在看各种的机票和住宿，因为我最近想买 ASICS 那双鞋。昨天碰见那位陈先生穿着那双鞋，说国内要1600多，我不知道，这边是27000日元，27000多，就是说1300，但是他能退税，我退不了税。不过挺眼馋的，我特别喜欢各种特轻的鞋。伤情在进一步的好转，昨天跟前天跑了2个13公里之后，会有一点点感觉。今天正好下雨，再调整。咱们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点半还是跟大家直播聊天，然后明天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明天再调整1天，休息1天，下个周期争取能够恢复。行，进大阪城，一会儿再跟大家聊聊明天比赛的事儿，好吗？今天大阪城还有户外的活动，昨天咱们拍的南波公祭也是，但是今天这边的雨要下到下午。天气，春天的天气就是莫名其妙。
而且北京半马其实这个时间呀，只有气温相对合适，有时候可能还会热一点。最不确定性的因素，如果大家要跑啊，给大家个建议，第一次跑的就是那个杨絮还是柳絮，这飘毛毛，还有就是大风。北京的4月弄不好就是大风，而且会是您最艰难的10来公里的时候，您是一路向北，风是一直往南吹。我有1年赶上比较大的风，但是阵风，还好。其他的嘛，北京的赛道挺容易出成绩的，上海的我不了解。所以想跑北京半马的可以认真的准备一下，也不太需要什么探路，也就是如果您平常没跑过2环，那就去看看。看这是什么？就是今天这活动，这一片树林里，最前面那儿，大人1650，小学生800，但是还不知道是什么活动。就是今天这里边是要付费才能进。如果你没跑过北京，想提前试试，就看看东2环那几个桥，因为那个2环的桥就是向下过隧道，先下坡后上坡，其他的就没什么了。北京的路，就算有那几个桥，可能整体的爬升也就是10-20米，一个半马全程冲下来就好。半马全程冲下来的感觉还是挺美妙的。还有就是最后别着急冲刺，因为最后那个景观大道那儿比想象的要长。比较合适的冲刺点是在20公里过一点右转，就是上景观大道还没有折返，从那儿开始可以考虑冲刺。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是，那儿先忍住，保持不掉。之后那180度的折返之后，就最后一条大直线了，再冲刺。尽量靠后点，不管是半马还是北京的全马都是，就是你尽量晚一点冲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摄影师都在最后那条路那儿，就是您过了180度的折返，再跑一半，进到最后终点区域，就两边有广告牌了，有观众了，摄影师都在那儿，你到那儿再调整姿势，使劲冲刺。也比较好看照片。要先冲的话，那条路真的比想象的长，很可能冲着到最后没劲儿了。如果您能在1小时20之内完赛，最后的照片很可能就是只有您一个人，摄影师会取景的，应该会非常漂亮。那下雨跑比赛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明天无锡的小伙伴可能会遇到，但是我没有遇到的，就是喝水补给。因为我跑的几场雨战气温都比较低，如果是气温低的雨天比赛，那一定要忍住喝水，就不要喝太多。尤其是就像这次我跟自己定的大阪马拉松的补给策略，就只进饮料站，只喝饮料，因为你消耗不了那么多，最后你肚子里就特别的，就东西多了，你跑起来不舒服嘛，对吧？但是这次无锡15到22度，应该是要更多的补给。不过我仍然建议大家，全程马拉松想冲成绩的小伙伴，就进饮料站，就是只喝能量饮料。这也是22年北马之前那位教练跟我说的，就是建议就是只喝能量饮料，不喝水。您千万别再想什么有糖然后黏，嘴里不舒服不重要的，
你看好多这种极限的那种运动，不管是挑战也好，或者是我看有那种到自己边缘不行了的那种，还咬自己舌头尖呢，振奋自己。真的没事啊。我自己的身体感觉是，全程马拉松喝水没什么用，因为大多数时候不会因为缺水造成您的成绩有多大的影响。跑完肯定是脱水状态，你怎么喝跑完马拉松都是脱水状态，是喝不过来的。而水的作用，我的理解就是，它是帮助你吸收能量的。如果没有水，你不能吃干的糖嘛，对吧？你也不能啃馒头。水的作用是帮助您吸收能量的。所以就喝能量饮料就好了。能量胶该怎么吃怎么吃。然后明天这个气温的话，下雨还有一个小影响，就是您对自己出汗的量评估会不准确。您可能觉得还没事儿，但是其实已经丢失好多水分了。所以补给策略不是靠体感的，是靠赛前制定的。您赛前就定好，我就每个5公里的水站都进饮料站，每一个5公里我都至少喝一口就好。而且如果您跑得快，其实5公里过得很快的，你会发现一个接着一个。比较艰难的是最后的12公里，就是过了30公里之后，过了30公里之后，30到35公里会觉得比较漫长。我32.5公里的那个水站，就是白水的水站，我没忍住，我喝了。但是好消息是，这边的比赛0.5公里的水站也有饮料，所以我喝的还是饮料。雨又下大了。一下雨，大宛城人就少。如果您觉得那个5公里很艰难，32.5可以进一下。我对水站的还有一个理解是，它会让你感觉到你在前进，比赛剩下的路程在变短，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阶段，也没什么坏处。但是32.5进了以后呢，35的进不进就无所谓了。因为越往后进水站，你不可避免的会有节奏的影响。马拉松最后的几公里，像抽筋儿都是节奏影响造成的。我的波士顿不就抽筋儿了吗？就是猛的一阵大雨和大风，然后当时呢，自己心里觉得那种英雄主义的感觉来了，说我真棒，然后往前一使劲儿就抽筋儿了。马拉松最后几公里就是要稳住，保持不变，保持不变就是最大的胜利。不要想着我再快一点，或者说我这儿停一下，因为明天应该是没有很冷的情况。如果有很冷的情况呢，最后的几公里要注意感受自己的腿，这个挺微妙的。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。就是我刚开始跑马拉松的时候，会把很多注意力放在腿部肌肉的感觉上，老怕它累，这样其实不好。这样你的动作会不自觉的有变形，它就会更容易累。后来我在柏林马拉松的赛场上跟3小时45的兔子后来跟我说，就最后几公里，我跟他说我抽筋了，他说你忘掉你的肌肉，哎，我就感觉好很多。这是一个方面，还有一个方面是，如果天气很冷，这个方法最后不适用。如果天气很冷，就像大半马拉松，到最后你要认真的去感受你的肌肉，就像那天我赛后说的一样，太冷的时候，再加上疲劳，你的肌肉就好像打了麻药，打了麻醉，你自己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它的崩塌，比方说抽筋儿也好，或者怎么也好，那一瞬间就好像麻药消失了，
就来的会比较快。但是明天的天气应该没问题，大家应该会对自己肌肉感觉会很敏感，而且不冷的话肌肉会比较有弹性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而且我看雨到7、8点钟就很小了，可能会停。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全力以赴去冲一个成绩就好了。其他的就没什么了。至于赛前保暖，明天那个气温也没那么重要了，穿一个一次性雨衣吧。就是起跑时候身体是暖和的，这样你才能冲出去。一般岔气儿，在我的经验都是发生在起跑的时候，就开始的时候，因为你身体没调动起来。您都跑了30多公里了，基本上不会岔气儿了，都已经循环起来了。看今天的腿感觉也好多了，打算再跑一个折返，就回。大阪城就是只有这一条路是特适合跑步的，但是这一条路比较短。我看评论区有小伙伴说，来大阪旅游的时候去大阪城，在那边那个梅林那儿看有人冲那个大坡，那就是我们冲的那个大坡。到夏天或者春天以后，就又会恢复那个课表，因为冬天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比较危险，那坡太陡了。行吧，跟大家唠叨这么几句。大家如果今天有紧张情绪，下午就来直播间。如果要是觉得越听越紧张，您就别来。今天下午就好好休息。其他那几场我不太熟，无锡的，祝大家明天都能顺利拿到另一只手套，就 OK 了。应该现在破3还是有额外奖励的。我那年就是冲刺完以后，进最后那个大厅之前，在那儿发，大家眼尖一点，如果破了去领。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在那儿发而已。像我就跑了7公里了，今天穿的是3.0 Pro， 目前感觉还行。咱们训练后再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3月23号星期六清晨6点50，看着雨大的湿透了。晨跑结束，还是13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6，最快1公里4分32，跟前2天差不多。平均心率136，就是先慢后快，然后找那个节奏感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连续训练今天是第3天，每天一个13公里，对脚部的伤来说是有反复的，就是它是就在螺旋的上升。你训练完以后稍微的有点感觉，然后呢休息1天又好了，可能呢它好的要比坏的呢稍微多那么一点点，这个我就挺满意。我估计体感啊再有几天差不多了，就想让它到完全没感觉要很久很久。因为我以前也有受伤的经验跟经历，跟大家也分享过，比方说梨状肌或者是臀部这块的肌肉有过拉伤，那时候大概持续有好几个月都有那种就是肌肉像特紧绷那种感觉，这都不可避免。现在我的目标是争取下周3能参加合练，可能不上强度，但是参加合练吧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个雨应了明天雨战的各位的。我提前替大家雨战过了，是不是？那行，祝明天所有参加各处比赛的小伙伴都能开心顺利就好。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开心顺利就好。雨战有的时候是优势，有的时候也是劣势。优势是可能能激发您更多的斗志，劣势呢可能确实天气不随人愿，好吗？饮食上今天晚上一定别吃太撑就好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下午直播间见，或者是明天的视频我们按照惯例回评论见，好吗？
那这么着，咱们一起加油干，加油干！